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喜欢上男生的？我的就是我上大学一看就是我感觉是比较黑，就是好不看着看了过恋爱，然后呢发现我登记了，我对不看着的系统。就是我练习的就喜欢上了男孩子，后来就当呢就看着这件事自己喜欢男生了。不是我的锅，家人不是我的锅，绝对是他本身就不直，就是不要说我是掰弯的，没有掰弯。反正我感觉我是青春期的时候我就不太直，但是我那时候不太了解这么一个情况，然后上大学之后才知道这个事儿，但是有点不接受自己的身份，有点自己拧巴自己，然后我的室友都有女朋友了，我就想那我也谈一个吧，那就谈一个吧，然后谈完之后发现自己不行，不是那方面不行，是说我就是还是发现自己不喜欢女生，就是感觉我们俩出去玩没有那种恋爱的感觉，你知道吧？然后我就后来就大一下学期差不多就弯了。那个是吧？双方初次印象就是又高又帅又装逼，很高冷。我说毕业了，就是第一次见面，就感觉很拽，很高冷。第一次见面会就是到头上的会感觉他是那个让我就是心情比较善良，说一句话就变了。好，下一个问题，你们俩最想去的地方？我们俩现在最想去三亚，是吧？对。但是因为是的，那些花的地方就是我喜欢的地方。又开始了，家人们又开始了，天天我都可以了。就是在这说这种地方我都去过。就说这种很油，我也去过三亚呀，你不是想去我才去？我也喜欢。就是很喜欢说这种油腻的情话，就让人很尴尬，一本正经的说一些肉麻的话。生活中谁会更照顾人？其实我们俩都挺会照顾人的，我觉得。对。就互相的，因为比方说什么时候，就是我们一般是出门在外的时候，石头跟人家沟通不方便，或者说他一出门的时候，他就会有点害怕，就是可能别人说什么他听不懂，然后听不见，然后就特别怕自己做错事儿，或者说没有到，就是人家让他站这儿他没站好，然后他就会很依赖我，出门老看着我，然后我来跟他沟通。然后在家的时候，然后他就会，就我们俩就互相的，就比如说早上起来，他起得早就帮我把早饭做，我起来早我就把早饭做了。然后可能我去刷碗的时候，石头就去做饭，我做饭的时候就刷碗，然后我拖地他扫地，反正就是一块儿做，都是一块儿做的，都比较体贴，都比较会照顾人。问石头宝什么契机决定在一起的？你看就这样，是嘛，就是我好像回答过了吧？契机就是你再出来看，就是我从杭州回来之后，然后那段时间，因为他在找兼职，然后那会儿就聊说想做主播、找工作什么的，然后就聊起来了。然后他那会儿去兼职去当模特，给人家店铺里面拍照，然后我就，好像就是他在2期拍照，然后离我家比较近，然后他那会儿没车，我问他咋上下班，我就开着我的车去送他上班，送他下班这样，然后就送着就拉回家了，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契机说立在这儿说我就表白了，我要你跟我在一起，弄个花圈什么的，在那里求婚之类的，我们没有这种事儿，就是顺其自然的就拐回家了，就这么一回事儿，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界限。第一次亲亲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第一次亲亲，我记得应该在我车上，对，在车里，在我车里，就是什么情况下？就是说，有一天我接他下班，然后我们去吃饭，然后吃完饭我送他回家，然后在他家楼下的时候，我就意思了一下，亲一下，然后石头也不是很，也没有很矜持，就直接就亲了。是大哥最喜欢对方身体的什么部位？血板，看来他血板好性感，知道？你不是喜欢我的样子吗？这我的上面。我最喜欢你的耳朵，对吧？耳朵，最喜欢你的耳朵。好。是对未来的规划。我们现在目前没有什么规划，学习之类的。你的规划是什么？我的规划是，我现在不同意，我的未来规划是这样，跟他好好待日子，收到了。我的。你又开始了，别搞！哎，我真的会，真的很肉麻，我真的会尴尬，我的脚一直在抠，我的脚在抠。好，这我这个未来的规划，第一是就过说的，完了，目前短期的规划就是，在半年内，3个月到半年内，然后把石头的这个说话和听的这方面给他上课，康复的和健全人。没有沟通的一个障碍，就是这是目前的一个规划。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拍视频，然后稳定的就是有一个流量，然后能接广子，然后赚点钱。然后因为这个康复课还是比较费钱的，包括调机啊，然后包括我们后面想升级，这个都需要不菲的这个欢乐豆，然后我们需要多攒点欢乐豆。目前就这么一个规划，更多的规划没有。等这个东西过完之后，自然而然就有了。可能想先休息一段时间。包括做手术，然后再到康复这么一段时间来说，我是比较累的。等这个阶段过去了之后，我可以先躺平一会儿，让我摸摸鱼休息休息。
啊，就是做运动谁主动？下一个问题。好，下一个问题。不这样说。是否想过健全人和听障人在一起的各种困难？沟通会不会有障碍？会不会被人不看好？打算怎么面对这一些？第一个问题，是否想过健全人和听障人在一起的各种困难？没想过，没想过。我这个人不太喜欢预想太多的困难，我比较喜欢提前预想一些好的方面，然后你预想这个好的方面之后，你照着这个方面走，然后如果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再去解决，如果解决不了你再放弃，我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一般是这样子的。沟通，你说。我觉得，你看是觉得我和他单一直多的沟通不方便，包括和他的介绍朋友单一直相处，我也会沟通真的遇到很多问题，但是他的朋友心情特别好，我也和他们相处都很快乐，觉得沟通啊方面没有这么困难，就是他们比较他也不太跟他的朋友说过，我一直特有喜欢就是听不见他们意见了。就会和我妈妈说，好，这么沟通问题。然后是会不会不被人看好？打算怎么面对这些？就是其实我们俩在一起之后，其实是有被人看不好的。很多人都说早晚得分，要么就是说，哎，等石头做完手术能听见了，就把你利用完，就把你抛弃了什么之类的。很多声音都有。然后还有说我是为了利用石头这个聋哑人的这个身份，然后炒作怎么样，反正很多这种的声音，反正很多人都不看好，然后无所谓。但是你自己越来越好。我接着说完啊，我只好自己要学会去主动。不要这样或者西不跟上。然后一开始我的朋友就是刚开始见石头的时候，他们就会偷偷的跟我说，你怎么不找个什么的对象之类的。然后我就反正没过多解释吧，我就觉得说我说石头很好啊，没什么区别。然后后面就是我们的视频，然后有一些关注度之后，然后我的朋友们也都刷到了，然后了解了我们俩的一些事儿，他们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反正就是平时也就挺磕的，就也挺磕 CP 的这种感觉。最喜欢什么知识？感恩的心拉走，这个北京小妞她妈妈，这位粉丝把这位粉丝给我拉走，这些都回答过了。谁更爱对方？我更爱，对吧？没学对吧？其实我是很爱的，但是我不喜欢就是很肉麻的表现在，哎呀，在那里放着音乐说我有多爱你什么的，拿话筒我好爱你，对全世界喊这种东西，我不习惯，就是你自己体会吧。我说我跟俺做饭不是那种，对吧？说我儿子。我也必须要孩子带着说，一直说买的话不是这样的。我说的话，他相信非常舒服，是不是？那干嘛就干嘛，是这样。对，好多人都觉得总是，反正我对谁都反正我就是这么一个样子，我就这么一个性格。然后好多人如果第一次刷视频什么的，哎，我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当时我不爱他，怎么样，反正就总是有人说，哎，你不爱他，因为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具体就是说，爱就是不能用嘴说的。咱们曾仕强教授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他说的是女人，但是大家通用啊，如果一个女人，就是相信男人嘴上的爱和一些甜言蜜语，我不必看你八字，你必定那个什么离婚3次，这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反正就是嘴上说的爱是很轻浮的，你就看怎么做就好了，用时间去证明。我也不想说什么，因为我在这边说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尴尬的。我自己有这种别这么肉麻，我自己有这种就是这种反正浪漫尴尬综合症吧，也许是吧。对。好，下一个问题。对方身体有没有神奇开关？就是一碰就软的敏感点。北京小妞他妈妈，咱们就是说一整个通缉的状态。有没有？所以有没有？有。对，真的要说的，不说了，格局打开了，不说了。这个也回答。甜蜜蜜用什么牌子什么型号？格局打开，家人们，格局打开。喜欢什么样知识？下一个。说3件想和对方一起做的事儿，但还没做的事儿。捋过了啊！去南京、去成都不是捋过了吗？南京、成都不都去了吗？对。你别太依赖翻译，你戴着耳朵开机了没？看这，还是看我口型，你不要太依赖翻译。好。南京、成都，对吧？对。去过了。想做的事儿，我特别想做的事儿，其实就是像那个像两个健全的，就是反正就是两个健全人那种爱情之间的吵架，想痛痛快快的吵一次，因为现在总感觉就是吵不到点儿上，然后我有时候着急想发泄的一些东西发泄不出去，然后石头接受不到，就这样然后想我石头他转身在背后的时候，我说话他也能看见，他也能听见，因为现在我们说话的话，他必须要看着我的口型才知道，他只要一扭头，我说什么都听不到，就会有的时候感觉少沟通很多东西。就这样对，说的话一直到说的我特别想，就是喜欢结婚这场了，就是这场了，就是这样的那说话，对，到那些懂，对，
因为现在就感觉你去通过翻译啊，或者你再去打字聊天，你少了很多的情感和语气，然后你没有办法去就是有一种总感觉中间还隔着一层纱，你没办法心碰心的，就是那种直接沟通的交流，总觉得缺了点啥，还没到位，就这种感觉。就等他能识别好所有的语言之后，然后也能正常的发音也都纠正很好的时候，我们就是心对心的来一场坦白局，就是搞点小酒，然后让我痛快一下，痛快的把这个东西表达出去。这样子的，形容一下对方身上的味道，臭味儿，那它臭味，脚臭。我现在知道它臭吗？那臭。你不是那你准备说啥？你刚才准备说啥？你一开始准备回答，我对了，你也说臭味儿，大，没有啥味道。好，然后色的问题和回答过的问题直接下一个了。下定决心，没一结婚咋结婚呀？家人们现实点行不行？天天跟小孩一样，怎么结婚嘛？你用啥结呀？双方做什么会让你觉得没辙？把那个耳蜗一摘，然后眼睛一闭，我就没辙了。我真的无能为力，家人们。我觉得我说话他都只是话，他话是的，让我觉得没事啊。就是他说话的时候，我一直插话，他会觉得没辙。下一个问题，对于网络有人说你们是合约情侣，会影响你们吗？一开始会影响到我们，因为我老说我对于网络上的那个情绪很不稳定，不是，如果是单纯是人身攻击我，就是纯骂我是无所谓的，我不是很 care 这个东西。但是我担心的是误解，因为我每次看到有营销号发我那些东西的评论底下都是很多对我的误解，我就会很急于想去解释，然后说，哎，我不是那样的人，怎么样。然后后来我就刷到一条视频，你在乎别人的评论或者你会生气，不就是因为误解吗？对吧？你明明没有那么差，但是你被大家误解成为那么差，所以你就会很难过。但是你自己反过来想，如果你没有那么好，但是被很多人误解为那么好，那你为什么不去解释呢？哎，我想确实是这样。别人说我很好，其实我没那么好的时候，我没有着急去解释。但是别人说我不好，然后我觉得我没有那么不好，我非要去解释，那就没必要了。就这个事儿之后，我就想通了。下一个问题，在什么场景、什么情况、什么动作或者事情会让你自己很疯狂心动？今天我就很心动。今天石头就是打扮的特别帅，然后我们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在那边墙上签字，然后搞得很像男明星，然后黑框眼镜一戴，很像井柏然，然后就是反正就很帅，然后就是一旦有那种外人在的时候，他就处于一个就是很高冷、很装逼的状态，这个时候我就会很心动，因为他平时在家的时候就很像一个哈士奇，就是我就讲他学绘画的时候，不是他就是在那个漂流，那时候我要把东西吸去，好了，那就我不把别沟通，那就把我世界这好了，用一个怕别的那个就是就是他就飞扑扑啊，说他对人家。看大马就是当我说的，他就是不说就是包括我在干什么，我上不是动。第一次见对方哭是什么时候？在普陀山，对吧？我第一次见你哭是在普陀山。对吧？因为当时网上有一个说法说，如果这两个人是正缘的话，你们去了普陀山，然后你们会变得更好，会在一起更稳定，然后更久，然后反正就是修成正果的意思。但如果说你们两个不是正缘的话，它也会加速你们两个分崩离析的一个状态。然后当时我就把这个事儿跟石头说了，说完之后我就说，我怎么总感觉有点心慌呢？我说是不是咱俩不是正缘呀？然后石头当时就有点慌，他就说你是不是想跟我分手？那会儿我们刚在一起1个月吧，1个月不到的样子。然后石头就有点慌，然后他就哭了，他就反正就说别分手什么之类的。这是我第一次见石头哭。我第一次见他哭的时候是在那个我刚才干啥的时候，就比较很多发报。对，就是我们俩第一次开播的时候，然后很多人网暴我，然后受不了了，我就有点丢人，别说了。下一个，石头听到后，张第一句要对石头说的话是什么？我说的是你好。我没有说，我还是觉得会很重，而且调剂师也在旁边呢，对吧？你不要，对，太不好。你所以说，哎呀，我爱你，怎么的？大家伙看着呢不合适，我就说了个你好，就测试了一下他能不能听到这个声音。然后你好，然后石头，然后他我就听到了，能听到就顺利听到就可以了。下一个，双方公开的心情，特别是石头，因为你之前是老师嘛，还有那么多学生在网上都认识你，会不会担忧？我一开始比较担忧，回去时候我比较但是都有个包括我们那个，但是会不会对学生有什么影响啊？好吗？我觉得学生的理解机会比较开放，我觉得他们那个会比较注重爱自学的，觉得一般不怎么当初。跟石头在一起有没有那么一瞬间让你感觉到你说啥他都听不懂看不见，还要一遍一遍的给他说明白你的意思，从而感觉到不耐烦，甚至想放弃你们的感情？有，肯定是有的，这个不用撒谎，绝对是有，因为生活中会有无数个这样的瞬间，然后就是会觉得很难沟通，怎么说都说不明白，然后就也会不耐烦，这都很正常。然后是
随着时间和我们两个慢慢的一个沟通吧，然后磨合，然后就现在就基本不会有这个状态了。现在就是因为一开始我其实不知道有人工耳蜗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因为我想着如果说你听不见，然后有这样一个手术能让你听见，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就是我自己贷款50万，我就立刻去做了。我就算我爸妈没有这个能力，我就是求爷爷告奶奶，我偷他们钱，我把家里东西卖了，我自己也会给我自己做，因为我就是这种性格，我就干嘛我都要去先把这个手术做了，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因为我想，如果正常情况下你有这么一个科技，你肯定早早就应该做了。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我想我一开始以为它只能一辈子这样，然后我就尝试去这样一个磨合，然后过程中就会感觉也会有不耐烦或者沟通不清晰。后来我知道，有耳蜗这个东西，钱能解决的事，我觉得都不是什么大事。虽然我兜里没几个钱，但是我总是觉得钱能解决的事都不是什么大事。然后知道这个东西之后，我就开始迅速把它提上日程。这个时候就是发展就会掩盖很多的矛盾，这个时候就发展的就很迅速，我们一切都朝着那个目标发展。在朝着这个目标蹦进的时候，你就会无视很多很多的困难和东西和阻碍，你总会觉得以后怎么就会好。然后我们现在也是在朝着这个目标去奋进，所以现在应该没什么问题。下一个问题，什么情况下会吃醋？吃醋对象账号也可以发一发。就是之前在某音上面有一个他自己的备注是192体育生，然后就是个子很高，长得很帅，然后天天发一些穿搭，然后跟石头互关，然后加了微信，然后还聊了一下，然后关键这一切都是在我亲眼目睹的状态下，我是无所谓的，我很大度的，我们不会有那么多的就是那种不值钱的样了，很少了。但是他俩聊了个什么问题吧，就是那个帅哥呢，就是问石头说。你有听他就突然发了一个说原来你抖音发的是你对象了，然后说原来你有对象了，然后石头说对呀是啊，然后他就说那好吧，那等你分手了，然后说我们再聊。我当时就不对劲儿，干嘛给这排队呢？拿着爱的号码牌在这等着那个干嘛？这是等着随时候补，就是这意思，我就不太对，我又说，当然我还是很礼貌，因为你这种傻了吧唧的，你要怎么样也就是不值钱。没有格局，我就让石头说那个，反正就是很礼貌的说我是石头的对象，然后我觉得这个你们俩加微信不太好，所以咱们互删一下吧，不好意思，然后我就把它删了，然后取关，OK， 到吧，我最容易吃出来就是这，我不喜欢他跟男孩子或者喜欢他的聊骚啊，这不容易跟出。我啥时候聊过骚啊，大哥？你不要在这里带节奏。不管这是在他这里好，我都容易失去。但是我有没有做过这个事儿？你要说清楚，我有没有聊过骚？我有没有聊过骚？我没有聊过。这没有，发言你好有吗？石头说的是如果的状态啊，如果我跟就是对我有意思的人，我跟他聊骚，石头会吃醋。但是先说好，目前是没有这个情况的啊，目前没有这个情况，以后也没有，不要挑我的事儿，我被挑怕了，我真是。好，下一个词儿，谁最喜欢吃醋？石头最喜欢吃醋，发脾气，我最喜欢发脾气。对不起，我脾气不好，骂我最喜欢。我最喜欢吃醋。How long? How open? 怎么样？多久？这啥意思？不知道，反正应该也就是色的问题。下一个。对，我讲。月球陨落。对，这是对吧？不是，是。咱俩2020年就看过一个电影，是那个什么重映，是咱那个我们看了的是在青海的了。对，是那个什么，就是一个很经典的，绝对就是而且评分很高。当时重映了，我就说再去看一次，好不容易能在电影院再看一次。下一个问题，等石头能听到最想给他唱的一首歌是什么？没有具体哪一首歌，哪首什么歌都行。我没有那么浪漫，想的东西都比较实际。你们两个是什么情况下认定彼此会永远走下去的人？也就是我也是还是说没有一个固定的节点，很多东西都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那不是说一个什么某个时刻让你怎么的，我觉得那样太偶像剧了。你如果真实的生活当中，你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一定是慢慢逐渐，甚至在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的情况之下，你就可能又多爱了他一点，你不知道什么情况之下，你可能减了个分，就反正就是这样一个状态，你不会说很确切，没办法很确切。什么时候会觉得对方超级可爱？我好多时候都会觉得对方超级可爱，他就是每天都会有很多惊喜，咱们心里面的想法都会放到心里面，不会说出去，但是石头他心里面的想法他都会。就是他自己的内心 OS， 咱们都偷偷，比如说咱们要骂谁，咱们偷偷骂，或者说你说这个东西好好吃呀，这个东西好香，你可能在心里面说了就完事儿了。但是石头好像没有这个缓存，他的那个大脑里面没有这个缓存，他必须想到什么就立刻要说出来，这样。他就在思考嘛，大家看发呆的当学科啊。他说我平时思考的时候、发呆的时候最可爱。对，甜蜜蜜最哈皮的时候怎么称呼对方？最喜欢对方怎么称呼自己？自己猜吧，面面。给对方微信备注是什么？我就备注的石头，因为我给石头置顶了。然后因为你有可能出门在外被人家看见不方便，我就是还是不想引起给做费很多的口舌。你备注个宝宝，头像是个帅哥，然后我刚才备注是那个叫宝。很喜欢的句子，人生信条，座右铭，可以分享一下吗？你肯定有这么认为啊？
这个目前没有效果。反正人生信条的话，我的人生信条就是多积德，多积德，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但是还是有所求的，但是他肯定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以某一种形式返还给你。你做的好事，他都会以各种情况才会总有一天会返给你的，就因果，我比较信这个。生气的时候会不会分床睡？同居后有没有分床睡过？没有，就是之前有吵架的时候，石头非要拉着被子要来客厅睡，然后我就是没超过5分钟吧，我就把他拽回来了。就是等我的情绪稍微一回落，我就立刻就把他拽回来了。没有分床睡过，天天在一块儿。等石头可以听到，并且彻底康复后，张张和石头以后旅游去哪个城市会去哪？去三亚，去三亚。作为伴侣，请给自己和对方打分。你打吧，我就不打了。你打分吧。你不打了？你也不打了？为啥不打？你为啥不打分？我也不打，不打分。你别管我呀。不打，不打，好，下一个。在一起这段时间，觉得对方和自己刚刚在一起时改变最大的一点在哪里？它的变化就是是不是闻的好的，但是你的脾气变小了？对，我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好了。这个是我姐和我姐夫也说了，对，脾气变得越来越好了。我的脾气是，我好的，但是到过是大的改变，就叫我越来越爱说话了，我越来越多了，越来越爱说话了，说话越来越多了。下一个问题，怎么去进行一些性格和生活上的磨合？如果有冲突，会听谁的意见比较多？磨合就是先吵架，吵完架之后再沟通，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就不带情绪的沟通。我们两个都属于同理心比较强的人，因为有的人他只坚定自己的想法，虽然我也坚定自己的想法，但是我总能听进去别人的话。然后我们俩的同理心都比较强，都能听进去对方的话，所以这个沟通是比较顺畅的。然后会听谁的意见比较多？一般是听我的意见。我的性格是在天生比较天的是这样，就在太下当了，主要我听他的意见比较多。都是他修正过的，各种的毛病缺的啊，这个都他修正过的。双方第一次约会的内心活动，待会儿要眼疾手快，赶快去找个机会把单买了。第一次约会不能就是说咱这个逼得装到位，得让感受一下我的实力。没有，下一个。第一次为什么吵架？怎么？第一次什么时候吵架的？第一次因为啥吵架的？不是上一次，是第一次。第一次想不起来了，忘了因为啥了，忘了。然后怎么和好就还是说吵完架沟通嘛，也不需要和好，一般和好就是我会先，因为一般是我先发脾气，我发完脾气我再服软，我再道歉就行了，然后我们就和好了。想过30年后是什么样子吗？想过，但是我希望我能一直不胖吧，希望我能一直好看一点，尽量好看一点吧，不太能接受自己变成一个中年油腻胖子，就这么回事儿。我喜欢但是那好，我们用。你说。大夫不说。没事，你说，肯定是又是很肉麻的话。你们这还聊笑话吗？你说，这的我会说，但是那好吗？懂的啊，这个对吧？那你没说啥？我说，但是那好，我怎么能有40的孩子？我说，再来个孩子。一个张石坨，一个陈世美。双方表达爱的方式或类型是什么？爱的方式或类型。我的方式就是欺负他，我就是像小学生，我就是小学生。我也欺负过你。怎么都不见了？什么时候会感觉没有安全感？我一直都挺有安全感的。你呢？我一直好的这样说，一直都有安全感。对吧？哎，你真的好做作。好，做，好。你听不懂就有好处，随便说。来，对方做什么事儿会感觉有点反感？对吧？跟我犟嘴的时候。我没有。有就是哎呀，就是有些事情就是本身就是不对的，然后还非要一意孤行的去做的时候，然后还不听劝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有一点点反感吧。就比如那次不让你借钱，那次我说我不让你借钱，然后你非要借，不能说，不能说。好。好，不说。怎么跟他说的？好，不说。没事，你妈妈不会刷 B 站。啥？不是，妈妈不刷 B 站，妈妈只看抖音，妈妈没有 B 站。你放心吧，没事。不要把子。哎呀，没事。好，下一个。我错了。我错了，这不算秘密，是你借别人钱，又不是啥事儿，对吧？来，下一个问题。有没有收到过其他异性的表白和示好？我没有，石头有。有异性给石头表白过。石头怎么情况下同意在一起的？
被我的魅力所折服，想对对方说什么？你姐夫，我们之间我们上次不只不只说过一次，我说我就希望你能努力一些，然后自觉一点，好好学习，好好康复，然后赶快把发音和听力训练好。我想过正常型的生活。你想说什么？我当时不是跟他说吧，觉得反正这个干好。第二个，收了西西的各种戏费，就是必须说大陆的有一个老的读了慢，你太过着急了，就是太着急了，太着急了。好，石头在手术室里，当时豪豪是怎么样的心情？担心，没有，那担心根本没，不是你有啥好担心的？这医生做了几千台、几万台手术了，然后反正一切都正常。当时跟那个麻醉师要跟我沟通的时候，就感觉都跟我说的很清楚了，没有什么问题，就等着你赶快。就你手术的时候，我去吃了个饭，然后等你出来还有劲儿抬你。对方做什么事儿会是你所不能接受的，已经做过或者说是设想都可以的。对方做什么事儿？说过了。说过吗？那个现在这让饭的介绍不让嘛？对，就是我现在跟我大哥那个，也不用说这么具体啊，不用说这么具体。小石头和张张将来会去台湾领证吗？不知道，不知道。中衣服看衣服呗。对，石头以后还会跳舞吗？豪豪觉得石头跳的怎么样？我觉得跳的不怎么样。那不会要跳舞那个车子的。没有，就这样。我觉得他跳舞的，你们看了吗？对，没怎么说。谁最容易藏不住事儿？谁最容易脸红害羞呢？谁最容易藏不住事儿？应该是石头吧，因为石头如果不开心，我立刻能从他的脸上看出来。然后如果开心，我也能看出来。下一个问题，石头喜欢豪豪唱什么类型的歌？我这比较喜欢听的唱这会当。抱抱和亲亲更喜欢哪一个？都喜欢，没有更喜欢，都喜欢。我都喜欢。你也都喜欢。你眼中对方是什么性格？遇到矛盾一般怎么解决？石头的性格啊，你先说。你说。哪个？这个。那先说。我先说。我感觉石头性格就是一个很正直的一个人，很正直，很单纯，然后没有太多人情世故，没有一些弯弯绕绕，想东西想事情也很直接，这样一个性格。遇到矛盾这个说过了对吧？这个一般说过。我们就那我们换一个角度吧，就是一般遇到和外人的矛盾是怎么解决的？石头如果遇到和外人的矛盾，他一般是忍，然后是和气生财，是那个退一步海阔天空，这是石头的性格。那你再说过。我想走到看是就是个就是说这个世界充满没有世界过没有过，就是或者说这世界的样子很有魅力，这的，还有就是拜托或者说的他那啥就是干不出来的，或者说的他的有的我都喜欢。拜托他真的很有魅力，你们也感觉到。然后说，如果我和别人遇到矛盾，你觉得我是怎么解决的？就叫我比较了解，那每你就遇到矛盾，再看对方骂的孩子你在骂他说过，这是对方骂的，那肯定会还手骂他嘛，肯定是说过遇到了像什么大手的事情，什么大的这比如出去车祸什么，你把都哈叫他在都光出来，肯定不会动手。对，你们听懂了吗？他比较冷静。好。下一个问题，觉得对方穿搭怎么样？会互相给对方做搭配吗？我觉得他石头穿搭极其不稳定，就是帅的时候很帅，土的时候很土。我觉得是包括现在我穿的很好看，不然他们的两个都觉得。你今天穿的好看不还是我挑的吗？一般是穿的，是你挑的，但是一般也不是你挑的，鞋子也不是你挑的。对呀，但就看了不得，就是不是石头的穿搭就不是很稳定，反正就发挥不是很稳定。就是有时候不听劝，我给他搭配他不听，他还是按自己的方式走。谁更依赖谁多一点？石头更依赖我多一点。我依赖比较多，我觉得你更依赖我呢。不管我去哪里都更依赖。我们俩依赖上，其实我是那个就是情感上更依赖的石头，就是对灵魂或者然后就是实际的一些事情，具体的一些事情上面，石头会更依赖我。然后可能工作呀，然后发展呀，然后包括怎么样，就是理财呀，还有甚至说是和妈妈沟通，然后有时候都需要我来，因为对，每天睡前会不会晚安吻？会，会不会？应该会。好，那到这里我们的问题就结束了，我们的50问就结束了。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请给我们一键3连。结果一键3连。对，然后是一键转发，点赞、关注、转发、投币，不知道，反正一键3连，家人们，谢谢各位观众老爷，再见。